時間一段時間，日本發布國產無人機的視頻又在國內網絡上火了起來。估計很多人刷到視頻都會懵一下，這玩意兒怎麼將裡將氣的？沒錯，它跟咱們中國滿大街飛的大疆簡直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親兄弟。你們日本的工匠精神真的連細節都懶得改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小編先給大家闢個謠，很多人刷到視頻以為這是日本剛發布的新品，其實不然。這款名叫 Soton 蒼天的無人機，早在2021年就已經正式亮相了。當時日本上下那叫一個沸騰，日媒鋪天蓋地報道，吹它是日本製造的驕傲，打破中國壟斷的利器。日本民眾也跟着歡呼，仿佛看到了日本在無人機領域崛起的希望。為什麼日本要費盡心機搞這麼一款無人機？答案很簡單，就是焦慮，深入骨髓的焦慮。當時日本市場上超過90%的無人機都依賴中國製造，小到民間航拍、婚禮跟拍，大到政府巡查、災害救援，天空中飄着的幾乎全是中國品牌的身影。其中大疆更是佔據了絕對主導地位，全球70%以上的無人機市場份額都被大疆牢牢攥在手裡，日本企業連邊角料都分不到。這種無處不在的依賴讓日本一些人坐立難安，於是國家安全就成了最好的遮羞布。他們聲稱無人機拍攝的影像和飛行數據可能會洩露，所以必須搞自主研發，打造一款安全性能頂級的國產無人機，替代中國產品。為此，日本政府撥款16億日元，聯合初創公司 ACSL、NTT 以及新能源和工業技術開發組織共同研發這款蒼天無人機。可理想很豐滿，現實卻骨感的離譜。這款被寄予厚望的國產無人機一經亮相就被全球網友群嘲，核心原因就是長得太像大疆了。大家可以對比一下日本2021年發布的蒼天無人機和大疆2018年推出的御 Mavic Air。從機身造型、折疊設計到攝像頭位置幾乎一模一樣，說是複製粘貼都不為過。日媒當時報道的時候，那種糾結勁簡直要溢出屏幕，一邊拼命強調這是日本企業自主開發的，所有核心技術都是自己的，安全性能達到國際頂級水平。軟件採用了基於 ISO 15408國標的系統技術，能防止數據洩露和無人機劫持，飛行路徑和影像都會加密儲存在日本國內雲端服務器。可話鋒一轉，又不得不黏黏地承認一個扎心的事實，就連日本政府自己的調查活動，當時用的依然是中國製造的無人機。好家伙，這劇情是不是越看越熟悉？自己花巨資打造安全盾牌，結果盾牌還沒造好，家裡用的全是對手的武器。這種日式矛盾真的讓人哭笑不得。消息一出，日本國內的論壇先炸了鍋，有網友直接痛批：這真的不是從中國買來，撕掉標籤貼個國產標就當自己研發的嗎？這種質疑很快就燒到了全球。一位美國網友直言：恭喜日本終於在逆向工程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，成功複製了大疆2018年的外觀設計，值得慶祝。隔壁韓國網友精準補刀，雖然不想承認，但這個設計確實充滿了某種全球通用美學，懂的都懂。最損的還是一位法國網友，他說：我認真看完了整場發布會，最終確認這台無人機最有日本特色的部分，可能就是團隊鞠躬道歉時那個標準的90度角度了。這算不算一種特殊的文化輸出？現在回頭看，這位法國網友簡直是預言家，因為這款無人機後來還真就迎來了需要鞠躬道歉的時刻。根據雅虎日本的報道以及 IT 之家的消息，蒼天無人機於2022年3月開始正式出貨，日本警察廳、總務省、消防廳等政府機關以及部分民間企業一次性採購了約500台，本以為能順利投入使用，沒想到意外很快就發生了。2022年4月，北九州市消防局的工作人員在操場進行蒼天無人機訓練時，無人機突然失控墜毀。經過調查發現，這款無人機存在嚴重的設計缺陷，如果安裝螺旋槳保護材料並執行特定機動動作，就會超出飛行性能限制，存在墜毀風險。到了6月中旬，負責銷售蒼天無人機的 ACSL 公司不得不通知所有用戶，限制該無人機的運營，並承認了墜機事故的存在，聲稱非常重視這一問題，會在當月中旬解決。可問題還沒解決，日本警察廳、消防廳和災害管理局就已經緊急決定暫停部署所有蒼天無人機，至今仍未恢復使用。
一場轟轟烈烈的國產無人機研發計劃，最終落得個壯烈背朝墜機停用的下場。不得不說，這背後藏着的是日本製造業的尷尬與無奈。而這款無人機的鬧劇，也恰好折射出了日本製造業的一個致命問題：曾經被無數人追捧的工匠精神，如今早已變了味，變成了自欺欺人的工匠精神。可能有人會問，曾經號稱精益求精、終身專注、零缺陷的日本工匠精神，怎麼就變成了現在這樣？其實，倉天無人機的模仿與失敗只是一個縮影，背後是日本製造業系統性的造假與衰落。而工匠精神本質上就是造假加鞠躬的套路，出了問題不整改、不反思，先鞠個躬，態度做得足足的，可道歉之後，該造假的繼續造假，該出問題的還是出問題。日本製造業的造假醜聞這些年從沒有間斷過，而且不是個別企業、個別員工的偶然行為，而是覆蓋鋼鐵、汽車、電子、醫藥等核心產業。最典型的就是神戶製鋼，這家日本最大的鋼鐵企業之一，曾被奉為工匠精神的典範，宣稱自己生產的鋼材精度全球第一。可2017年，神戶製鋼的造假醜聞被徹底曝光，震驚全球。他們在過去10年間，系統性篡改了鋁合金、銅製品等關鍵材料的強度、韌性等核心數據，把不合格的產品偽裝成合格產品，賣給全球200多家客戶。具體來說，原本要求抗拉強度達到500兆帕的鋁合金板材，實際生產的只有450兆帕。差距整整10%，卻通過篡改檢測報告，硬生生改成了合格數據。部分銅製品純度不達標，就調整檢測儀器參數，讓不合格產品順利通關。更可怕的是，這種造假是集體行為，從基層員工到高層集體參與，默認縱容，甚至形成了標準化的造假流程。醜聞曝光後，神戶製鋼的高管出來鞠躬道歉，態度誠懇到讓人動容。可道歉之後，沒有大規模召回產品，沒有徹底整改，反而繼續偷偷生產不合格產品，直到2020年再次被曝光造假。這次涉及不鏽鋼製品，造假時間又延續了3年。這場持續13年的造假，不僅讓神戶製鋼聲譽掃地，更讓全球製造業帶來了巨大的安全隱患。日本新幹線、核電站，甚至波音、空客的部分核心部件，用的都是他們的問題鋼材。除了神戶製鋼，日本汽車的造假醜聞也同樣離譜。2018年，日產被曝光存在大規模排放造假行為。造假時間長達20年，覆蓋全球100多萬輛汽車，涉及軒逸、天籟等主力車型，甚至包括出口到中國的車型。他們通過修改發動機控制軟件，讓汽車在檢測時排放達標，一旦上路，氮氧化物排放就會超標4到5倍。還篡改燃油經濟性數據，欺騙消費者和監管部門。醜聞曝光後，日產高管同樣鞠躬道歉，宣布召回部分問題車輛，可整改卻流於形式，只是修改了軟件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而豐田、本田也沒能幸免，先後被曝光剎車、機油、發動機等質量問題，還存在隱瞞缺陷、拖延召回的行為。曾經日系車耐用省油的口碑徹底崩塌。最刷新認知的是東麗集團的造假事件，整整持續了50年。東麗集團是日本最大的化工企業之一，全球知名的碳纖維供應商，其產品被廣泛應用於航空航天、汽車等領域，曾宣稱自己的碳纖維強度高、質量穩定。可2017年被曝光，從1966年開始，他們就系統性篡改碳纖維的強度、彈性模量等核心數據，把不合格產品偽裝成高端產品，賣給波音、空客，甚至日本自衛隊的戰鬥機、導彈用的都是他們的問題碳纖維。這場持續50年的造假，歷經多任社長，直到2017年一名內部員工良心發現舉報，才得以曝光。東麗集團社長鞠躬道歉，宣稱會徹底整改。可截至2023年，仍被曝光存在產品質量不達標問題，造假的慣性早已深入骨髓。除了這3家巨頭，三菱材料、旭化成、小林製藥、奧林巴斯等無數日本企業都深陷造假醜聞，覆蓋了幾乎所有核心產業。曾經被我們捧上神壇的日本工匠精神，如今早已變成了精益求精、搞造假、終身專注編數據。所謂的神話，不過是裹着精緻包裝的謊言。小編想說，我們戳破日本工匠精神的神話，不是為了貶低日本，而是為了打破長期以來的盲目崇拜。日本製造業曾經的輝煌
方值得肯定，但如今的衰落和造假更值得我們警醒。一個國家的工業強大，從來不是靠包裝和宣傳，而是靠務實創新、過硬品質和完整產業鏈。而這正是中國製造業正在走的路，也是我們最足的底氣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